是这样子，因为这个议题已经大概有酝酿了好几天了哦。我也觉得蛮好玩的，因为我一定要澄清一下，我可能是跳下黄河都洗不清，一定大家都要说我是在替政府背书，完全没有，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就要放出来，我是放上去我的这个资讯，我想说我来写一个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做，让我们比较务实的可以往前走，我就把那个理由都写出来，把那个放上 FB 之后呢。有一个人说老师请看，然后发现几乎是同时，我是10点，他也是10点放上去，我完全不知道他们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放上去的是什么呢？因为大家的症结点就是说，我们台湾的疫苗做完第2期就要取得 EUA 行吗？那来这么说了哈，其实这个议题我们去年就讨论过了，就是假如疫情非常严峻的时候，我们看它大概就是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而且国外疫苗也都没有成功，只有我们自己是走到第2期的状况之下。就行啊，也是要用啊，因为看起来已经有综合抗体了。在过往上个世纪，我们只有综合抗体来当做保护性的指标的时候，这个就可以了。OK， 其实这个很足够。现在的这个新的科学方法，很容易就让我们找到什么是刺激综合抗体的抗原。所以在疫苗的制作跟研发的部分，真的省了好多时候。所以回归到就是来解答，那没有第3期行不行？那大家就一直眼睛看着说，那人家都有，为什么你可以没有？那人家是谁？人家就是那一些正好是不同技术平台，它的研发速度可以比较快，走在前面，我把它叫做先锋型的，那就是这几个我们很熟悉的莫德纳、辉瑞跟 AZ， 它代表的是2种新型的疫苗技术平台，我们把它叫创新技术平台。为什么？在2020年之前，没有一个疫苗在市面上使用是用这种技术做出来的，它真的是很新。就说以疫苗来说是很新，以研发的经验是不新，都有20-30年的历史了。那你就想说，那研发了20-30年的历史，就是 RNA 疫苗，vector 就是病毒载体疫苗。为什么研发的那么久上不了市？因为有疑虑嘛，因为有一些问题，我们就想把这个基因打进去，这样行吗？那样行吗？然后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机会。那这一次就让它大放光彩 ，OK？ 就因为有需求，然后大家就很勇敢，它做起来它真的很快，所以它走在前面。那其实我们去看美国 FDA， 它也是修正了几次。最后他定版是说，你要给我第3期初期的资料啊，要有安全啊，要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所以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打了，就是这些疫苗都有上万的临床受试者，都是叫做随机双盲。所谓随机双盲，就是说有一群人，我们随机分配2组。一组打疫苗，一组打安慰剂。双盲是什么？双盲是打疫苗的人，就是那些就是医护人员，跟受试者本身这2者都不知道他们是打疫苗的人还是打受试者的打这个安慰剂的人。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就打了，然后追踪了一段时间，就是2个月，第2剂之后的2个月，然后他们就看到有一些有打疫苗的人，因为那时候疫情正在蔓延嘛，不管他们在就是做测试的国家里面，就看到没有打疫苗的人感染率比较高，打疫苗感染率比较低，就可以去算出这个叫做保护性。所以呢，这叫先驱疫苗，它做了这些。那现在这批后来我们说后继的这些疫苗很多，上百种，就是真的会不会到最后推出来上百种，我们不知道。开始的时候就是有200多种的疫苗在研发，那现在慢慢的就是有些就被淘汰了嘛，有些还在继续中。那我们的有几个国产疫苗也是算是还没有被淘汰，还在继续中的。那这个时候要问他们，请他们来做第3期的临床测试，不管是在国内或国外，都有某种程度
度的困难，因为大部分的国家都会进口一些疫苗了，然后都在施打了，所以你要施打谁？你要让谁变成你安慰剂的受试者？然后他可能有接受到已经有 EUA 的疫苗的机会，这就是一些困难的情况之下。而且就大家就想说，而且现阶段所有的疫苗的产能是不足的，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全世界这些现在已经有 EUA 在用的疫苗，产能是不足以供给全世界的需求的。不管是 WHO 或是国际整个的情势，都希望有更多的疫苗来协助来补上这个供需这个不对等的一个 gap 这个鸿沟。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那其实是有的，就是因为这些疫苗我们把它叫做 biologics， 就是生物制剂。生物制剂就是说从细胞里面养出来的，或是从活的东西养出来的东西，那它们都是几乎都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那就说那可是生物制剂一直有一个问题，你改变了一个主要成分的话，你就要把它当作是新的疫苗来测试。那我们每一年流感疫苗是属于生物制剂，每一年呢，假如我们改变了这个病毒株，我们就改变了这个 component， 改变了这个元素，那就要从头来的时候就不可能，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疫苗它所产生的抗体的值跟量是很熟悉的，我们用这种方法做出来，它只要是有这样子的标准，这样子的血清里面有这样子高低的效价之后，它就可以有具多少的保护性，所以就依这样子的状况呢，每一年就在这个标准化的检验方法跟标准化的试剂的检验的这个过程里面，定出了我们可以接受的，就是法规可以接受的疫苗。那每年就有是各国的这个法规单位就依这样子的标准审核疫苗，让它很快从3月开始做，那10月就可以审核成结果，然后就上市使用，就10月、9月、10月就开始打了。那这样子的方法能不能用在 COVID-19？ 当然是可以。那可以的地方是哪里？不可以的地方是哪里？大家都是有疑虑嘛，新的疫苗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所以就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因为现阶段第2期有什么资讯？第2期有受试者血清里面的抗体的效价。好，这个就大家都有，每一个人都有。第3期的也会有。然后呢，我们缺乏的就是保护性。那现在全世界就是把已经做好的，已经进入临床，有这个几万人的各个临床了，就把它排列起来，就发表在 Nature Medicine 这篇文献，大家都已经多方的讨论，我想我们都很熟悉。那就是把这些，比如说莫德纳、辉瑞、Novavax， 然后什么AZ 啊，什么疫苗，他们的抗体的效价跟保护性的效价，就把它做一个比较。那怎么比较？因为各个方法它所体现的弄出来的效价的单位都不一样，所以就把它跟什么比？跟一个恢复者的抗原的血清用同样的方法做出来，所以就是这个抗原血清的几倍或者是几分之几画出来之后呢，在那篇文章里面基本上告诉你说，就是复原者的血清的抗体的20%就足以提供50%的保护性，这个是他略说出来的。那很多人就很希望说，那我用这个直接来用行不行？我就直接来用。直接用当然是有一个问题啦，科学面来说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用了之后呢，因为每一个的方法不一样，你的3跟我的3不一定是一样，大家都不大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就说那要有一些衔接的办法。那当然就是第一个。先问值的问题的话，就说那我们这些综合性抗体是不是具有保护性？那这个我们在过往1年之内也看到单株抗体用来就是被研发出来的单株抗体，
都是综合，一定都是在实验室，它都是具综合能力，然后去临床去测试说它有没有保护的能力。那现在有上市的呢，就是有知道说这些它是有具保护能力的。保护什么？就是已经感染的人，你给他这个单株抗体之后呢，可以减低他需要住院、重症还有死亡的几率。所以这些具综合性的单株抗体是可以有保护性的。具综合性的单株抗体是什么样子的抗体？所有的人都是依据什么？依据叫做 RBD 的 ，RBD 就是 Receptor Binding Domain， 就是在这个 S protein。S 蛋白质，这是很多国家的疫苗都是用这个 S 蛋白质，或者有的更少，就是用 RBD 的这个部分。所以很明显的，这是主要抗原的话，你刺激的抗体就大约会是对的。那次在抗体，你就问他有没有综合病毒的能力？那是在实验室里面，它跟病毒结合之后，看病毒能不能感染细胞。所以这个是实验室做出来的。好，那现在我们来做它的 correlation， 叫相关性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个正相关。那我们不敢直接比，因为我刚刚说了，你的3不等于我的3，所以怎么样呢？我就为了这件事情，我在想，我们应该可以沿用流感的这个方法，可是缺乏的是什么？缺乏的是一个标准化。那我们就来标准化，它不很简单嘛？我就提出了一个建议哦。那其实很巧，这个建议也正好是同时我们 FDA 在同时释放出来的说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已经有一堆人打了 AZ 嘛，因为 AZ 是最早进来，大概3月多就开始打了，所以现在它8个礼拜之后打第2剂，4个礼拜之后就可以抽血。那现在大概从3月一直到现在12个礼拜之后，一定有血已经抽了就可以检验了。所以现在就把这些血拿来跟我们用同样的方法跟我们的受试者比较，那就很清楚啊，就是我们就用 AZ 的这个综合抗体跟我们国产疫苗受试者的综合抗体，然后是在可以比较的情况之下，那当然他就定了一些标准，那就是说高高低低，我们的 FDA 呢也定出了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说我相比之后，它相比之后有一个95信赖区间，那它的下限就是我跟你比的话，假如我比你差，我的下限就可能是在0点几的部分。它说下限95信赖区间不能够小于0.67。那你当然可以大于1嘛，你也可以大于1，当然就比它好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关卡。第二个关卡应该是比较简单，就是说有多少人要有反应，那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所以看起来我们这个是很重要哦。我们在讨论如何审核我们国产疫苗用什么标准的时候，因为我们只有综合抗体，先回答说它能不能代表这个保护性抗体，基本上科学上是可以佐证，是可以的。那它的量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先提出标准。好，就是我是建议一些方法，那这个食药署也定出了它的这个量。好，所以现在就看他们提出来的数据是什么样子的数据。那我想他们就是解盲的时候应该没有 AZ 的这个比较。因为他只能做他的研究嘛，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会是一个但书，说那你就去做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国家就一定要帮忙嘛，因为为什么国家要帮忙？这个绝对不要把它想成是图利厂商哦，这个是很多国人的想法，所以疫苗是私人公司，不能图利厂商。疫苗公司是我们国家行政防疫单位的什么的防疫伙伴，他不提供疫苗，你就没有工具，所以我们一定要相辅相成，互相帮忙，把一件事情做到好，做到满。那我认为这样子的方法做出来之后，应该在未来可以解决国际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就是在未来我们打了这个莫德纳或什么，我们也可以再佐证一下，有了莫德纳受试者，有了莫德纳施打者的血清之后，可以再比较一下。
就是大家最担心的。我刚刚把科学的问题都讲完了，现在剩下的就是国产疫苗对国产疫苗的疑虑的部分。大家最担心的说，那我打了这个国际不认证怎么办？今天国际不认证，因为还没有到可以被认证的资格，不表示未来不可能被认证。我们好好的做，按照道理的做，大家这个世界还是合理的啦。WHO 不认证你也没关系了，他会来认证台湾的疫苗，我倒会很惊讶。那可是只要我们的友邦先进国家认证你的话，大家就会跟进了。因为这样子的做法之后，我们是绝对可以第一个呢，把它写成科学文献，然后让它去发表。让世界的科学家来同载评审，说你这样子的方法合不合理嘛？因为法规其实不是死的，不是说我们看哪个国家怎么定我们就怎么定，它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科学理论基础，我们把它做出来了，那就大家来看接受度怎么样。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国产疫苗未来不被国际认证，它到时候一定是有一条路走得出去的。其实当然啦，这个老师刚刚从我们第一个就前面的题目到现在题目那个脉络，大家应该可以很清楚我们这个老师所提到的一些概念。第一个，让国产疫苗的部分，在研究我们讲科学的部分，那还是没有办法随便我们刚刚讲去糊弄了，它还是有一定的严谨的程度才有办法去走。那大家在炒的部分来讲，显然都没有看清楚你到底要谈的是哪一个标的了。其实有时候这个永远悲观的人，我们看到在国内第一个叫你说这个在疫情没爆发就说那疫苗我要最好的，突然这个疫苗进来的时候，就是又说这个有疫苗就好，不管你能取得什么疫苗。那如果取得什么疫苗，如果我们广义来讲，台湾的疫苗，假设我们这严谨的程序里面也是一个可以的疫苗，接着他又说不，我要国际认证了，不然以后国际护照不认同，那我怎么出国去玩呢？总一直有东西出来，就永远不满足，要再更好，要再如何？这个导致我们现在在政策的推动上有点受困哦。那再加上我觉得对于最糟的部分是对国产疫苗的抹黑啦，因为这也是老师刚刚特别谈到，这个站在我想老师自己又实际在实务的经验里面，刚才提到这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必须要走的这些方向啦。这个当然也是，如果这个题外问老师如果这说起来，你对台湾的国产疫苗整个技术啦，因为有人放话说台湾这个这么烂，台湾在技术上哪有那么好，这个有这一点在看不起台湾的状况。我不知道从老师的部分，您还是对台湾的技术、国产的这疫苗的研发还是很有信心哦。我应该是这么说啦，无可厚非，大家对我们国产的这种技术没有信心，你应该去看历史哦。我们自己的第一个这个就是比较新型的疫苗，就是 B 型肝炎的疫苗。那时候有一家公司叫做宝生，它就是引进一个国外的技术，然后呢做着，后来就是基因工程的疫苗就取代了这个血清的疫苗，然后它就关门了。它是一个非常赚钱的公司哦，那时候完全并不是亏损或什么，只是国人就不要用它了。那所有做肝炎的人，其实你们都知道，陈培哲院士他就是肝炎的人，我想这个对他们的打击应该蛮大的，因为这是他们非常努力的结果，那结果是这样子的一个下场，所以一直他们在屡次里面，其实总是有一些国内的学者对台湾疫苗产业抱着非常悲观的态度。那我觉得2009年我们把一个国际级的厂建起来，那个国光公司的那个流感疫苗厂建完了之后呢，它是取得欧盟的这个厂的查核认证然后也取得美国FDA 厂的认证，这是唯一亚洲一个流感疫苗这样子的被欧洲国家、美洲国家认证的一个疫苗。然后我们去提到很多疫情的时候，很多这个我们的 quality 的时候，有一次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他就对着我讲，他说：“你现在在说的疫苗，只要你代表的是 GSK， 我就相信；你代表的是国光，我就不会相信。”所以我们碰到的是这样子的问题，那也没关系，我们不屈不挠。你现在你看国光现在是走出他自己的一条路，他也蛮积极的在做很多的事情所以
我们从里里外外走出来，其实也知道我们的 FDA 它。因为我们国内没有自己研发那么多自己研发的疫苗，它在查核的部分当然也就比较缺乏这个经验，所以我们也都是互相的帮助，就是说我给你资料，然后你去思考，你去收集资料，就是一直都是一种滚动式的查核，不会说最后一天把东西都扔给你，所以这是蛮重要的，然后都要。讨论说，我这样子的产品会有些什么问题，然后让他去收集资料，说你这样的产品会有什么问题，所以这种都是相辅相成，不是说再怎么就是协助厂商或怎么样，一定都要互相帮助的哦。所以我对于国内疫苗的产业，我当然是抱着很大的希望，就是这个过程是要走一个过程啊，大家都要。慢慢的往前走，我想路走多了就有信心。我绝对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也学到了很多啊，普通百姓学到了什么叫疫苗，什么叫第1期临床试验，第2期、第3期，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讨论。我看我写在我脸书上的东西，那个回来的也都是很有知识的年轻人，所以我是抱着很大的希望，应该是不会没有路的啦。就要一直很坚持的走，然后就是就科学面、就事论事来把它做好。